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到阿里山看日出、赏云海，还要分享最新交通管制资讯。这边的停车位超满，好不容易走了一台，马上就补位完成。自己用电自己发，晚上煮火锅就靠它。这里除了新鲜的空气，还有铁道森林最美步道，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度假吧！记得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关注 FB 粉丝页，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大家好，我是优良驾驶。这一站带各位到触口游客中心。这个游客中心是台18线往阿里山的路上重要的休憩点。它的设计手法是地景交织、动线穿梭跟漂浮这几个意象。目前呢，它已经有重新整建过，除了有方便的停车场之外，还有干净的水厕。我们一起走一走。这里可以认识邹族部落文化、阿里山火车历史，还有最新的3D 彩绘墙。2楼是游客中心，1楼是厕所跟卖店。在厕所的旁边有一条3D 彩绘楼梯。阿里山是邹族族人生活的场域。原来在阿里山有8个邹族的部落，因为88风灾的关系，他们把邹族的族人迁村到这里来。这里原来是他们祖先猎鹿的场域。触口游客中心旁边就是竹鹿社区，这里也是竹鹿部落。这里是全新成立的邹族竹鹿文创园区。目前进入文创园区，它是免收门票。我们去逛一逛。目前邹族竹鹿文创园区，他们有歌舞表演，还有竹鹿传说梅花鹿园，需要付费入场。我们在地吃在地，在地蔬菜，3颗100块。哇，这里还有邹族手作面包店，有桂圆、百香果、荔枝跟原味葡萄干。只有卖小口的而已哦。这比优良驾驶脸还要大哦。要切冰冷冻哦。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阿里山公路66.4K 的迷湖步道入口，这里有停车场，大概可以停14台车，旁边有开放的水车点。不过因为山区水源缺乏，所以它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它的名称由来是因为它在米阳溪的上面，所以我们取这个米字，还有湖水的湖的谐音，所以叫做迷湖步道。迷湖步道原来叫做米阳溪步道，全长只有2.3公里，走在竹林里，令人身心放松。下方停车场停满的话，路边这里大概还有20个停车格，包括是樱花呀。这里是新成立的阿里山转运站，旁边有一间便利商店。如果要去特富野的朋友，要在这里先补货。目前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它里面的车位满了，所以在门口入口这边就已经做管制，车子不让它进来，要到旁边的停车场再走过来。再过去还有一些停车场，但是蛮远的。自行开车的朋友建议避开管制时段，或者夜冲过来。我们去到这便利商店看看。这里除了有接驳车的时刻表，还有阿里山的旅游地图。搭乘公车过来的朋友，凭车票可购买150元的优惠票。
搭乘高铁也享有85折联票的优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影片下方资讯。全部客满，生意太好了吧？真的是一位难求。我们先在路边稍微等一下，这边的停车位超满，好不容易走了一台，马上就补位完成。看到很多人在这边绕，甚至在路边停，等着车位。这边的生活机能算不错，有公车站牌、厕所，旁边是游客中心，那边后面是商店街。目前到阿里山旅游，除了坐小火车之外呢，它还有电动游园车，非常方便。电动游园车分成日出班次及固定班次，每个季节的日出班次发车时间不同，可到现场确认。邮局成立于民国前4年4月1号。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知名的打卡景点。这里除了有餐厅、商店街之外，还有24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虽然阿里山停车场停车位一位难求，但是也不建议停在路边红线，除了影响交通之外，还会被开劝导单。这里是全国最高的便利商店，也是入住饭店看日出前最佳的补货地点。这边的 7-Eleven 人潮满满，天冷大家都在找吃的，大家都在装热水，所以水温也不高。阿里山的柱山观日列车，因为4季的日出时间都不一样，会随着日出时间、旅客数量做弹性的调整。除了小火车之外，也有接驳车可以搭乘。接下来透过镜头，带各位一起观赏阿里山壮阔的日出。刚刚还是蓝天白云，现在已经云雾缭绕，山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啊！1、2、3到台湾，台湾有座阿里山，阿里山最有名的就是森林小火车。现在我们看到的阿里山园区里面的森林小火车，就是阿里山支线。它分成神木线、柱山线跟沼平线。那阿里山本线的小火车呢，就是从嘉义车站到十字站的小火车。阿里山必看的6个奇景：日出、云海、铁道、森林、晚霞，还有丰富的生态。您看过几种呢？赏完樱花，我们带各位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附近最美的铁道森林步道去走走。阿里山的门口管制之后，路边有一些停车格，再过来这里它新辟了一区，有做流动厕所。你看，哇，统统停外面了，因为它里面客满，它就不让人家停了。这边的停车格每一区都有安排接驳车的停靠站，也有流动厕所。这一站我们来到特富野古道自中段的入口，从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过来大概15到20分钟，路边都可以停车，白线都可以停。前面有厕所，我们去看一看。厕所的对面有一些停车格，不多，
还有垃圾纸车。特富野古道自中段的入口位于嘉义县阿里山乡和南投县信义乡的交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远眺重峦叠嶂的山峰。从阿里山转运站过来，这里也有停靠站，搭到自中站就可以了。这一站带各位来到特富野古道，这里海拔高度在1600到2200公尺左右，步道全长6.3公里左右。那这里早期是邹族狩猎的山径，目前已经开辟成人行的步道，非常的美。今天优能驾驶带各位去走一走。特富野古道前面这一段道路平坦，大概是3公里左右，种的是柳杉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火车的轨迹，旁边种植的都是人工林，它是柳杉，又称为日本杉，非常笔直。这里的海拔在1600到2200公尺左右，走起来非常舒服。各位观众，我们从特富野的古道入口进来，穿越了12座桥，穿越了柳杉林，来到了3.7K 的休息点。后面还有2.62公里是比较陡的，所以如果是不常登山健行的朋友，建议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折返了。好了，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樱花盛开的季节，为自己安排一场赏樱之旅吧。我是优良驾驶，我们路上见，拜拜。